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40天追了个寂寞，恰似故人归，结局烂尾，原来就是小孩过家家。恰似故人归大结局全员 HE， 可观众似乎没有感觉到一丝快乐，反而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有人说结局很好，就是有些仓促。可丁一却认为，这样的结局就是非常标准的烂尾。这样的剧本真是白瞎了两位主演。由迪丽热巴、任嘉伦主演的《玉娇记》分为《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上下两部分播出。除了最开始的联播外，节目都是按照1周播3天的模式播出。从开始到大结局共持续了近40天。大结局之后，播出平台给出了非常亮眼的数据：全网热度第一热搜2328个，微博主榜热搜379个，主话题阅读量破105亿，讨论量超过1.2亿。这部作品是毫无争议的爆款电视剧。这样的数据表现和两位主演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影视号召力有直接关系。当然，一部作品的爆款气象也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剧本就是关键因素之一。与君初相识作为上部分播出的剧情非常有看点。纪云和一亮相就是不拘小节、向往自由的人设。在纪云和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得到自由更重要。也因为自由信念的存在，他与万花谷拼，与顺德仙姬拼，与所有一切压迫他的人拼。这是最圈粉的女主人设，不是傻白甜，而是有智慧、有格局。纪云和受尽寒霜的痛苦，但依旧坚强。在与常毅相爱之后，他也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果自己不能活，就想方设法让常毅活下去，即便自己变成长毅眼中的坏女人也无所谓。所以，这样的女主谁不喜欢？同样，常毅的人设也很吸睛，从单纯到极致的可爱，到遇到纪云和之后的真心相付，再到被纪云和推下悬崖之后的一脸迷惑，常毅的人设不仅立住了，还虐了观众。改编之后的《玉娇记》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用前面的剧情吸引住了观众。可到了恰似故人归这部分剧情，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剧本注水严重。纪云和被常毅从仙师府救出带回北渊之后，他已经在消失的边缘。可纪云和重生之前的这部分剧情持续了1周多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前面的注水才造成了后面结局所谓的仓促。玉娇记的剧本问题，前面利益高圈粉吸睛，后面注水严重看点少，很明显的高开低走。而大结局中强行 HE 的剧情设置甚至有些搞笑，死得如此随意，复活得如此简单。多位配角死亡至少1次，然后再复活搞事业。黎叔是最早下线又快速复活的角色，当时他为了救出被封印的青羽鸾鸟，写计时方阵，那一段剧情很高燃。不过没用多长时间，黎叔就被复活了。可在大结局中，黎叔又下线了。原来他才是仙君能够解救苍生的最关键的一部分。当黎叔从祖父那里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后，他也犹豫过。对雪三月的感情是他不能下决心的关键。从相爱到误会，再到彼此确认心意，黎叔与雪三月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他们都希望能陪伴彼此走到最后，可黎叔还是做出了选择，完成了他的使命。当雪三月想拥抱他的那一刻，黎叔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这次雪三月没有怨恨，黎叔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最后，雪三月在万花谷遇到了和黎叔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电视剧用这样一种模糊的方式，认可了黎叔和雪三月的 HE 结局。洛洛在仙姬与北渊的那场大战中，替空明挡了一剑。空明嘶吼着，不敢接受眼前的一切。当洛洛的手滑落，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就此诞生。不过，这是常规的想法，真正的剧情是洛洛与空明骗取了观众的眼泪，仅仅过了10秒钟就欢快的 HE 了。洛洛跳到空明面前，说自己怀了孩子，转变猝不及防。观众的情绪真正是白释放了，而为了刺激空明，刺向空明和洛洛一剑的人安排给了程宇。也就是说，当时被明清杀害的程宇并没有死，或者说也是莫名其妙的复活了。反正这也是一笔糊涂账。同样前1秒感慨，后1秒复活的还有林浩清。最后阶段，顺德控制了万花谷的所有人，包括谷主林浩清。大决战中，失去意识的林浩清与纪云和正面对峙，两人交战。纪云和的剑刺穿了林浩清的身体，而林浩清却没有做出同样的动作。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如果用他的性命换取心爱之人的自由，他死而无憾。与常毅对季云和的感情不一样，林浩清一直是隐忍，默默守护。最后，他离开的方式让人心疼。可观众的情绪还没沉淀，林浩清坐着轮椅又出现了。原来他也没有死，不过却伤了腿。思雨推着他，两个人在说着什么。这一幕竟然和他父亲当年一模一样。主角季云和的经历很复杂，他经历了死亡复活，在死亡再复活的过程。第一次死，季云和被林浩清复活。此时的林浩清只想让她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可命运让季云和和常毅再次相遇。而在大决战中，为了顺利封印顺德，季云和要求常毅同时封印自己。这似乎就是季云和的使命，在大义面前，他从来不退缩，即使要用自己的生命，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季云和与常毅告别。可最迷幻的一幕出现，恰似故人归最后一个镜头，常毅和季云和都长出了鱼尾，两人一起跳入大海，他们完成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季云和不是被封印了吗？什么时候出来的？难道那是常毅的梦？大结局竟然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为了 HERHE， 这一幕非常古偶剧，无论之前的剧情多么有逻辑，到了大结局就显得莫名其妙，甚至让人想笑。追了40天，原来就是小孩过家家，确实没有比这再随意的结局。从这个方面看，恰似故人归，评分5.81点不冤枉，只是可惜了两位主演。期盼迪丽热巴、任嘉伦再合作，最好是一部现代剧。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